这边的房客呢，每一当他们的诉求呢，每一个都是最重要的，但是实际上通常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去评判说它的优先秩序，什么时候先做，什么时候后做。那这个时候要去了解他们的状况，才可以去执行说它的内容。回台湾工作并组建家庭的居民，因孩子的教育理念而决定重回美国定居。几经考虑后，选择以经营旅馆为生，原以为只要勤恳努力，就至少能维持家庭生计，不料却出现接二连三的意外。今天居民要来跟大家分享，在这些意外中他的心路历程。我中学我是初一时候来的嘛，然后在美国念了中学、高中、大学，然后后来工作了大约3年左右，申请了硕士，念了不到1年，然后后来就因为家庭因素又回到台湾，然后在台湾待了22年。那我大学是念计算机系。然后在台湾所找到的工作都跟这方面有关系，可能是专案管理，可能是产品销售，可能是电脑行销等等，就是在这一类这个范畴，电脑的范畴里面，做了大约22年左右。那一部分整个薪资，整个这个福利也相当的不错。在台湾没多久认识我太太，然后就在台湾结婚生小孩。我后来打算回到美国，基本上还是有2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小孩的关系。那在那样子的一个学习环境之下，我觉得跟美国的学习教育差很多。我就觉得说，我要让小孩有一个更自由，可以让他们发挥让他们可以更自在的学习，而不受到压迫或束缚。因为在台湾的模式，举例来说，像我儿子从早上6点半起床，回到家7点钟吃完饭睡觉到11点钟，还要隔天起来6点半再起来，每个礼拜6天。那我觉得这跟美国的教育是差很多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毅然决然说那个时候要这样子做。但是我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在台湾工作那么多年了，那这是神要托付给我的一个使命嘛，就是工作到退休，而不是去做一些有帮助社会的事情。我6年前因为回到美国之前，有在想说我的下一步是什么 ，you know？ 那当然我小孩子还是很小嘛，12、13岁而已，还是得需要有固定的收入，所以那个时候有在找美国的公司，在还没来之前开始找了，但是我觉得都并不顺利。因为很多人公司他并不承认台湾的工作经验，后来就觉得说，那既然公司不收我，那我得自己去开创机会。那我就想说，那我就自己创业。那自己创业就开始分类，说哪个适合我。那我就觉得说，其实我做过旅馆，那倒不如自己去经营领域看看，也算是一个自己可以开始。做老板的一个过程。当然首要条件呢是希望当然是我以前就住在洛杉矶，然后我2个姐姐住在洛杉矶，然后家人住在一起是一个很开心快乐的事情，又可以彼此帮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当然希望说以我南加州的地方为主，但是有它的困难度，因为南加州的创业的一个困难度都相对的高很多，起码以投资成本来讲要高很多。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往非洛杉矶以外的地方，那后来就选到了Barstow， 现在目前这个经营旅馆的地方。那这个地方事实上我当时的评估觉得说起码整体的成本我可以负担得起，交通来讲算是合适，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说在这边落脚来经营旅馆这样子。后来我儿子在这边念了半个学期以后，觉得说老师普普通通。这个治安才发现说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安全，所以后来就毅然决然的就在 LA 租了房子，让我太太、我小孩住在洛杉矶，我自己人就在这个地方，算是一大败笔啦，因为我没有考虑的那么清楚。
这边的警察单位或这边的这个住户对安全的这个要求性没有那么高。我原本那边的铁栏杆是用这个做的，但是后来呢，火灾这个是上个月才做好的。那不然的话呢，我这边因为在维修的时候都没有人嘛，是有很多次，好几次有人用那种大剪把它剪好几个洞，从那边爬进去偷东西。原本没有这个，这个都是后来新加的。是，对吧？这有点像监狱嘛，哈。对，一模一样啊。是，差不多是这样子。以 Basel 来说，哈，它基本上它没有一个所谓的高薪的产业在这边，唯一比较大的产业就是2个，一个就是它的这边附近有个军事设备，啊，那另外一个就是铁路。这是后来慢慢的军事设备有他们自己所做成的一个小小的城市的一个配套措施。那同样的这个铁路局的部分的话，事实上它并没有创造太多的工作机会，所以说这边的人基本上都是低薪的工作。很多人来这个地方住在这里，是因为这边的住宿便宜，所以吸引了很多低劳工的人。退休的人，那他们基本上没有高薪，基本上就是拿社会补助金，这个或者伤残的补助金，就基本上在 Basel 本身呢，有超过40%的人是拿所谓的社会福利。我这边的房客呢，都喜欢窗帘全部把它封得黑黑的。我之前有一个女的精神分裂者 schizophrenic， 她呢基本上呢，任何时间进去都是黑的，你完全看不到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有一次我在路上碰到她，说：“Hey, did you need help？” 她说 ：“No, I don't need your help. Get away。”后来呢，我回到旅馆，她也回来了。我就问她说：“What's going on? You were out there？” 她说 ：“Yeah, did I? I don't remember。”她完全没有印象。Yeah。他们跟家庭可能相处的已经没办法相处了，习惯了自己一个人流浪，他们就认为说旅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旅馆包水电，包所有的维修，然后甚至包所谓的安全管理，只要是有问题的话，他就要打电话给经理，经理就要出去帮忙。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没有办法招领很多的过路客，因为自从I-15高速公路开通之后，很多人已经可以一路通行，从 LA 到赌城，开车只要4个半钟头。以前还没有高速公路之前呢，开长程的路需要休息，现在这样的做法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我的经营策略就慢慢的改变了。那改变基本上对我有好处啦，那我就有点像是公寓的管理一样。那一次意外，事实上因为就是意外嘛，我自己本身也完全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一个离开的房客的应该是弟弟，那一天来找我谈说，为什么他哥哥被离开办理了旅馆。那后来他并不是很开心离开了，所以到了晚上呢，他自己一个人又回到我正在修理房间的地方，就突然的拿了一个铁锤从我身上往我头猛敲。案发现场在这里，我被打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对，那时候是这个角落吗？在这个中央。这个中央。对，我在修这个门。然后这边是一个床嘛，所以我把门弄下来的时候，我在这边做，我在类似像这样子的，我在这边在修嘛 ，OK， 修东西，然后那个人从这个门就突然飞下来，我觉得应该是铁锤啦，铁锤，对啊，铁锤，他可能那时候这个门是开着的，他就走进来，看到我之后就飞扑过来，就往我头上敲，我跟他挣扎了可能有1分钟左右吧。第一个是要阻挡他的攻击，第二个心中又觉得说，哇，可能我这一生可能就结束了。我觉得心中有一个声音啦，或者是有一个呼唤，就是说，那个神要你要帮助我啊，神你要帮助我度过这一切。就那时候我在下面的时候，2只手抓住他的这个双手，那他还继续
把我手搬开继续敲，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要撑下去嘛，不管怎么样，我要奋战到最后。那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就突然他就放手了，拿了我的手机就走了。那时候我还是清醒的哦，因为我很清楚的看到他放手了，然后拿了我的手机，然后就从我那地方夺门而出，我的全身体都基本上是瘫痪了，就倒在地上了。我的房客也算是我的天使了，因为那个人要来攻击我之前呢，就在问这边的房客说：“你知不知道经理在哪里？”然后那个人就讲说他可能在隔壁。然后呢，他讲了之后呢，就跑去跟我经理讲说：“经理小姐，你要最好去看一下经理怎么回事，因为那个人好像这个凶神恶煞的样子，拿个武器，他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后来他去了，还好他发现了我。那时候我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他看到我的是整滩地上都是血，因为我应该从这边他敲破我的后脑勺，那我已经躺下去就地上都是血，然后他就连忙打电话给911叫救护车来，然后但是急诊医生看了我一下，觉得说不行，他们没办法，直接派直升机来，就把我送到罗马琳达去。上了飞机之后，那个人跟我开个玩笑。然后我就昏倒了，然后下次再醒来的时候，是我看到我太太，她看到我之后就问我怎么回事，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心系的旅馆还问我太太说，那个客人走了没有？对啊，所以那时候后来我应该睡了10几个钟头，我在医院待了5天，然后后来我醒了之后还是可以正常的回应问题。他们就认为说 OK 好，继续观察到第5天之后，觉得说 OK 好，那他们该做都做完了。只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说我眼睛的问题。后来我回到家之后，我就开始疑问说，那我眼睛的部分我还没有处理嘛？因为那时候我眼睛还包扎着，后来我就打电话去问医院，医生说你还有一个手术还没做。OK， 那我说好啊，那或许就是把它搞定就可以了嘛。后来去了医院动了手术之后，还是看不到啊。后来再去问医院才知道说，他当时给我动的手术并不是要让我恢复视力，而是只是让我的眼睛周围的地方做一些所谓的美容。该把里面的一些碎石拿掉，玻璃拿掉，或者是骨头拿掉。但是当下我并不知道，我以为说他是要帮助我恢复视力的。后来我们辗转问了不同的医生，眼科医生，起码问了3个不同的医生，眼科医生，才发现说原来视神经损坏之后是一个不可逆的现象。他叫我看开一点，因为甚至有职业运动员也是只有一个眼睛，也是可以做得很好的运动员。他就这样子安抚我，我就得这样子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感谢主，我还是开这份分享。起火点在那个地方，起火点有人丢东西，从巷子丢东西进来。后来警察局去掉了这个摄像头的影片，从隔壁的那个建筑物，他们有摄像头照到这个地方来。看到有台车子从巷子开过来，然后看见一个物体丢到我的旅馆里面，然后没多久就着火了。发生了火灾之后，基本上应该有2/5的房间都被烧毁了。那还好，很庆幸的都没有人受伤。纠察员也好，或者是 inspector 来检查说，这不能再住了，全部的人要移开。对啊，然后就要开始给钱，他去这边，他有时候有些人搬到我另外的房间来，现在还是不能营业，已经过了18个月了。在美国修东西是一件很繁琐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个旅馆呢是1939年建造的，所以说很多1939年建造的这个规格，现在所谓的加州建筑法规是2020年的，我要从1939年的规格跳到2022年是需要一些功夫的。我觉得我自己的对信仰的追求，对我个性的调整是一个正向的一个进步。
刚开始发生的时候，不管是我受伤，或者是这个另外一个旅馆遭受到火灾，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茫然、很突兀的一个现象，因为从来没有遭遇过这样的事情，尤其是那么大的事情，自己生命几乎要结束了，或者是一个旅馆整个建筑物都要烧光光了。那这个是让我学到很多，可能是忍耐，可能是信心。可能是试探，可能是包容，但是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神在这里面所给我的这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不是说就这么今天发生而已，而是每天省思反思，或者是说透过其他的试探来去测验我。举例来说我找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包工来做维修，当时口口声声说没有问题，但是后来又给我甩锅。现在又找到另外一个包工 general contractor， 他也是基督徒，当时我就认为说这是应该就是神应许给我的，我就希望说 OK 好极了。但是半年了，这个过程并没有顺利，他也口口声声说 Jimmy，你知道吗？我每天在为这个维修在做祷告，我有为你祷告，我有为这个祷告，但是我心中就在想说，你真的有在为我祷告？那是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没有什么进展？原本你跟我讲说3个月要修好的，现在已经6个月了，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话吗？你自己也讲说最迟半年就修好，那为什么过了半年到现在，你还没搞到一半？那后来我领悟到一点，是说，其实我和他都是基督徒，他认为他所走的方向和我认为我所讲的 schedule 的时期，基本上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了解说，这是神的时辰，这是神的一个作为。所以这中间呢，让我学习到说，事实上神有他自己的一个过程，不能用我们自己的一个思维去想说。这就是神给我的安排啊！那事实上时候还没到，不要让我们的脾气变得暴躁，不要就说你当时说好六个月要修好，为什么现在没有修好啊？那你就是个不守信用的人啊！你就是一个怎么样？那我们不要这样子，这不是神要给我们所教导的。Hey, my friend Simon, how long have you been here? I've been here 33 years. You've been here 33 years. So how many managers have you seen for the last 33 years? You're the fifth one. Fifth one, I'm the fifth one. Yeah. Okay. Who's the best? You are. Thank you. Yeah. 我过去的6年的时间，花很多时间在旅馆这边嘛，尤其是前几年，帮助了很多旅馆需要帮助的人。因为通常来住旅馆的都是弱势的团体、弱势的人士，可能家里有4个小孩，或者是说他已经残废了，或者是说他跟家人相处不好。所以说很多时候过去这几年呢，他们有什么需要，我都尽量的去帮助他们。当然我会跟别人讲说，你有没有去教会啊？你现在住在旅馆里面，都没工作，你起码周末可以去教会，你需要载我可以载你去，也类似有点做福音的做法。但是我发现说，这个效果有限，在关怀人方面，我缺乏这个细腻心。那事实上，我大姐本身在这方面就是她的专业了，她从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那后来我就有邀请他每个月来1次，来帮我忙，去了解这边客人的需要，住户的需要。假如有些人，譬如说他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福利不够，那有些什么样的资源他可以去申请，或者是说他们要去看病找医生，但是不知道打哪个电话，那事实上我姐姐就可以帮他们忙，去帮他们安排，甚至会带他们去。我姐姐知道说他们需要看医生了。尤其是年纪大的人，通常不太会去承认他们有问题。那事实上，我姐她就会去看说，你的背有问题，你要去看呢，这是一个长期的疾病，你要去做调养、维修，你要去安排。所以这方面，我姐姐帮助我很多。我们的信仰
告诉我们要做好榜样，那好榜样当然我们有脆弱的地方啊，但是我们要用正向的方式去影响别人。那事实上，在圣经的故事里面，有太多比我们更有逼迫、更难过，荒野40年，被老婆被谁杀，被人夺去，圣经人物多得很。老实讲，我们并没有，我们跟他比起来是微不足道了。耶稣也没有在埋怨啊，耶稣也没有因为说最后几天他会被他自己的门徒出卖，他还是信守他的道路往前走啊，他没有因为这样子而埋怨。那我们所希望留下的就是一个好榜样，希望就像耶稣一样，让我们信仰让大家知道。